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兰香如故大片惹争议，褪去元气甜妹标签，她真的转型成功了吗？淡紫纱裙，油画背景，柔光打在脸上，美得跟一场做旧梦似的。我看着谭松韵这组兰香如故大片，第一反应就是，这姑娘彻底从邻家小太阳升格成复古兰香美人了呗。说句实在的，这几年娱乐圈的大片我也看麻了，要么是流水线工业糖水，要么是用力过猛的高级连摆拍，看多了真是醉了。而这次的兰香如故，我个人认为是一组挺耐琢磨的作品。它不是简单的把人往精修滤镜里一扔，而是试图拱出一种气质转变、审美转向，甚至是一个女演员成长阶段的暗线故事。整套大片的基底就是那个做旧暗调的油画背景，暗暗的墙面上面有时间留下的痕迹，暖调柔光一层层铺洒，配上复古落地灯、珍珠烛台、旧书堆、丝绒座椅，法式画室的味儿一下就出来了。说句北京话，那氛围感倍儿足，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不是简简单单搭个景拍美照，而是按一个人物油画思路去设计的。而人一坐进去，这个空间立刻就有了故事。谭松韵身上那条渐变香玉紫抹胸纱质高定礼服挺有意思，这个颜色在镜头里很挑人，本来容易显俗或者显气色差，结果它穿出来就有一种软软的疏离感。裙身细碎闪银肌理，荷叶薄纱层层叠叠蓬松垂坠，拖尾老长，随动作舒展开来，像把人从现实中往外拉一点，把它拽到一个介于梦境和油画之间的空间里。我觉得吧，这条裙子有个很绝的地方，就是它不再强调它的娃娃脸甜美，而是把肩颈线条彻底亮出来。抹胸的设计，把锁骨、肩线这么一勾勒，人一下从邻家元气少女变成温婉又有点距离感的女人。朦胧通透的面料在光下像自带柔光滤镜，那种你看得见它，却总觉得有点够不着的感觉就出来了。头发这块也挺讲究，她这次做的是细碎盘发，不是那种红毯常见的标准大背头，也不是一丝不苟的丸子，几缕碎发散在脸颊两侧，微光落在发间，有那么点不完美的松弛感，反而显得灵动又优雅。说到底，真正有故事感的美，都是带点不齐整的，人太工整，就像模特画册，瞅一眼也就过去了。而珠宝选择，我个人认为挺聪明，整套以葫芦钻饰为主，铜细耳坠、项链、手链，设计不算浮夸，甚至有点小而精的意思。葫芦在传统文化里本来就有福禄、守护的意象，这一套戴在她身上，在暖光里折射出细碎光点，既撑了贵气，又没把人压得金光闪闪变暴发户。这控制力，很多品牌大片学不来，非要给女明星堆满一身大钻，弄得像珠宝展台，你说图啥？而这次最抓人的是她在镜头里切换的状态，端坐在丝绒复古扶手椅上那几张，整个人安静温婉。她的眼神不是那种直接掐到镜头里的我在拍大片的职业眼神，而有点内收的，像在发呆又像在沉思。人被摆在一个油画般的空间里，不再主动攻击观众，而是让你自己琢磨它。还有双手交叠垂眸静坐的那组，我就纳闷了，同样是垂眸，怎么有的人一垂就成了做作，他一垂就多了几分沉静温柔？说句实在的，这跟脸无关，跟情绪控制能力有关。他懂得把自己往里收一收，露出一点内心的空白，让观众自己在那个空白里填故事。抬手轻扬白纱丝带，纱幔随风飘动那几页，是这套大片里最仙的部分。白纱在空中翻涌，拖尾背晃出一个弧线，她脚下落点不重，
整个身体像被那条纱牵着走。你要说仙女吧，又不是那种拼命瞪眼睛的古偶仙女，而是那种有点清冷，带着距离感的气场，跟整个法式画室的调子挺搭。我个人最爱的是她仰头舒展身姿，在朦胧光影之下那几张。五官本来就很清秀，这样一仰，脸线条拉长，眉眼反而柔和下来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仰头姿态在很多女明星身上容易显得我要上天了，但是她的表情是冷静的，嘴角不刻意用力，给人的感觉是我就在这儿呼口气，挺安稳。而这种清冷又温柔的矛盾感，其实是她这次最大的突破。大家以前对谭松韵的印象，更多来自那些元气活泼、甜甜笑的角色，甚至有人一提她，就自动脑补胶原蛋白少女感。这种标签，说好听是优势，说句实在的，也容易把人困住。而这次由画风大片，淡紫纱裙配暗调复古布景，把甜给往回收了一截，甜而不腻，更像是长大之后的温柔女人。你看啊，柔和光影打在她眉眼上，薄纱裙摆把画面边缘都糊了一层朦胧滤镜。她像是从古典油画里走出来的兰香美人。兰花这种意象，在中国文化里一向是悠悠其香，不争不抢的象征，用在她身上也挺合适。本来她就不是那种一进场就要抢所有 C 位的人，而是安安静静的站着，别人自然会看过来。说句北京话，很多女明星的大片就是一个劲儿往弓上使劲儿，恨不得一张图里把自己演技、时尚、气场全展示完了，容易拍成一种我特厉害，你快夸我的状态。而这组兰香如故，整体是往手里走的，他不抢你，他就在那里，柔柔的、慢慢的，让你看久了才发现这人身上有股故事劲儿。我个人认为，这跟他这几年在影视剧里走的路线也有一点呼应。从早期的校园元气，到后来的都市生活剧、家庭题材，他一直在往更复杂的人物情绪那边摸索。大量生活化的角色会让一个演员习惯自然，不那么容易在镜头前用力过猛。而这种经验一挪到时尚大片里，反倒让画面有了高级感，准确地说，是有了人味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娱乐圈时尚大片这种东西，本质上也是一场公共叙事。女明星一套一套的拍，不只是为了好看，也是不断在告诉大众，我现在是谁，我想成为谁，我希望你们怎样看我。谭松韵这次把自己从甜妹调到了温柔、清冷、复古，也挺符合她年龄、作品阶段的自然过渡。而更有意思的是，观众这几年对美的接受度也在变化。以前大家特别吃那种甜到掉牙的形象，笑眼一弯，酒窝一露，立刻上分。现在很多人反而会说，太甜了，看着累。我就纳闷了，同样是女演员，走甜美路线的时候被人说少女感真好，一转冷淡风，又有人嫌她装高级。这口饭是真不好吃，左右都是人。说到底，像兰香如故这种审美，不是那种一眼抓人的炸裂，而是偏耐看的。复古油画背景、暗调暖光、紫纱裙的层次，这些都需要观众多看一会儿，才能慢慢意识到它的设计心思。它不像某些大片，靠夸张动作和浓烈色彩往你眼睛里砸，而是轻轻的往你心里晃一下。我就琢磨，这种从灵动甜妹到复古兰香的自我调整，对很多女演员来说也是一堂必修课。一个人的脸可以是童颜，但她的人生不能永远停在少女段位。观众其实也愿意看他们变，看他们试错，只要不瞎折腾，不强行高贵冷艳上头，这种探索，咱还是挺支持的嘛。而在这组大片里，他的探索没走偏，既保留了他原本眉眼里的温润，又加了一层清冷仙气，
像是把过去那些角色的一点点影子揉进来，但整体调子已经变成属于他本人，而不是某个戏里的角色。这种从角色感到自我气质的过渡，是很多人拍了几十组大片都没完成的。总之，我个人觉得《兰香如故》这组大片拍得不吵不闹，不喊高级，也不一味撒娇，就是悄悄地把一个女演员的气质往前挪了一小步。她从古典油画里走出来，又轻轻地站回现实里，带着一点清冷，一点温柔，还有一点说不出的故事味儿。要是每个明星的大片都能有这么点真诚探索，咱刷片的时候心情也能没那么累呗。